说到北韩，很多人可能会想到他们很贫穷又吃不饱，而且还听说有人只是犯了一点小罪就被公开处决。但就算生活过得这么的辛苦，大部分的北韩人还是非常爱他们的国家跟领导，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北韩人的生活吧。嗨吼，大家好，我是志祺。很多人可能都知道北韩人民生活很辛苦，但同时他们又很爱自己的国家跟领导。像是当年金正恩的祖父金日成过世时，全国有超过一半的人口都前往首都平壤吊唁金日成，甚至还因为太过哀伤，全国发生心脏病还有中风的人数不止大幅的增加，就连自杀率都提高了。明明日子过得很辛苦，却还是很喜欢自己的国家，这不是很矛盾吗？为了了解北韩人民的生活，美国记者芭芭拉·德米克曾经走访北韩，想要访问当地的居民，取得第一手的资讯。但他发现北韩政府对外人非常的防备，他只能够在2名看管者的陪同之下走规定好的路线，完全不能够离开平壤，更不能够随意的采访民众。这样一来他就不可能看到真实的北韩。所以后来呢，他花了7年的时间，访谈100多位的脱北者，完成了《我们最幸福》这本书，试图在书中还原北韩人民的真实生活。不过我们先说一下，因为这本书呢是在2009年出版的，所以里面叙述了北韩生活主要是金正恩接班前的状况。那到底北韩人民究竟过着什么样子的生活？他们为何这么爱自己的国家？就让我们透过这本书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按照惯例，先让我们进入工商服务时间。科技日新月异，社会不停的变化，你的孩子准备好迎接未来挑战了吗？芒狗狗系列绘本用台湾在地故事培养孩子进步的品格和素养，帮助孩子建立适应未来的能力。专为3到6岁孩子设计的故事内容，将孩子熟悉的日常化为故事情境，让他们轻松找到连结，更好将观念应用在生活当中。绘本套组的丰富主题，涵盖了儿童阶段性发展所需，给孩子和家长全方位的成长支持。书内皆附有由专业顾问撰写的亲子共读指南，让即使是忙碌的家长也能够轻松的和孩子展开有趣的成长对话。现在官网购买绘本套组呢，通通68折全网最低价，还享有未来新品7折以上的优惠。输入我的折扣码积极推荐，全站产品还能够再打9折，赶快点击资讯栏来了解一下吧。在开始之前呢，我们要先来了解一下北韩。北韩的全名呢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有严格的阶级制度，会依据每个人的血统、忠诚度、历史背景等等来区分阶级，而且溯及3代。北韩政府呢会依照阶级来分配住房，底层的阶级只能够分配到土地贫瘠的区域，要在首都平壤生活更是不可能的事情。同时呢，底层阶级的孩子不止没有升学的权利毕业后也不能够自由的选择职业。大多数人的工作呢都是由政府分配，薪水非常的少，有的时候甚至发不出薪水，就算呢领不到钱还是得工作。那虽然北韩政府会把粮食配发给全国人民，但因为粮食长期不足，大部分的人民都常常吃不饱。另外，缺电也是北韩长年以来的问题。2012年 NASA 的空拍照可以看到，北韩除了平壤之外，晚上几乎没有灯光。而且部分的人虽然拥有手机但没有对外网络，不止没有办法跟别人在线上交流，也很难认识外面的世界。那即使是北韩人民可以自由接触的国内资讯，也都受到了政府严格的监控。北韩记者的职责之一呢，是把国际新闻处理过再发布给人民。所谓的处理呢，是指说当国外有暴动或者灾难等负面事件时，就会大篇幅的报道。那如果是正面的新闻，就会简单带过。像是1988年南韩举办汉城奥运，新闻只有轻描淡写，也完全没有转播赛事。同时，北韩政府也深信电影是灌输人民思想的重要工具，所以不管是多小的城镇呢，都有电影院。每年北韩的制片厂呢，大约会拍40部的电影，主题大多是在宣扬社会主义、批评资本主义，或是以2战为背景的抗日英雄情节。那除了大内宣政府也花了很多的力气塑造领导的形象。首先是报纸很常会刊登一些超自然现象来神化领导，比方说呢，有船只遇到了巨浪，眼看就快要沉没了，但因为船员们唱歌赞颂金日成巨浪就因此平息。再来呢，在很多主要道路以及公共建筑物上也会有醒目的红色标语对着人民喊话，像是金正日21世纪的太阳，或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幸福等等。那除了被动的接收资讯人民也必须定期参加意识形态的训练课程，包含了赞扬领导的丰功伟业以及批判美国等等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这样的思想教育呢，不只针对成年人从小婴儿就开始了。
每位北韩人从小就学会唱一首儿歌，歌词内容是在赞颂金日成的伟大以及北韩人民最幸福。小学1年级的课本里面不只会教导小学生要尊敬领导，还会教他们要憎恨敌人。像是有首诗的内容就提到，我们翻山越岭要去杀日本兵。数学课呢也会用朝鲜人杀了几个美军士兵这类的题目来教算术。历史课时，老师还会带着小朋友到金日成的研究室讲述领导的伟大事迹。不过课堂所教的历史内容往往都会经过修改。这是1950年的韩战，目前国际间的认知呢是北韩先主动的侵略南韩，但是在北韩的官方历史当中，侵略者变成了南韩，而且是受到美国的指使。那除此之外呢，为了营造领导慈爱的形象，每到领导生日时，政府会发放饼干糖果给每位小朋友。那因为这是平常几乎不可能吃得到的东西，所以孩子们呢总是会对着领导的肖像鞠躬，真心的表达感谢。那除了思想教育之外，北韩政府也会严格的监控人民的活动。在北韩，人民不可以随便的离开居住的城镇，如果需要出远门，就必须要事先申请旅行证明。路上或车站呢，也都会有很多的检查站，检查旅客的旅行证，或是看身上有没有携带可疑的物品。同时，民众如果收留没有旅行证明的亲友，就算是违法。而且在北韩呢，大约每20户家庭会组成一个人民班，彼此互相监视，并推出一位人民班长，负责向上报告可疑的事物。那要是被发现偷看南韩电影读国外的报纸，或是在日记当中写了不该写的内容，说了不该说的话，都会受到处罚。尤其提到领导要非常小心，如果拿领导开玩笑，会犯最严重的叛国罪。所有人呢，还必须要固定的参加自我批评的集会，大家要公开反省自己最近做了什么错事，或是指出别人做错什么。那除了家庭之间会彼此监视家人之间也不能够放心。北韩报纸呢，时常会刊登文情并茂的文章，描述勇敢的孩子举报父母的违法行为，鼓励家人之间也要互相的监视。除此之外呢，警察的触手也无所不在纠察队会随机的在路上盘查可疑的人士，或者是闯入民众的家中，搜索有没有违禁品。同时，居民当中呢，也有不少人是秘密情报员，会按照这个保卫部的指示搜集邻居们的情报。所以，北韩人民普遍都非常的谨言慎行，就怕一个出错会被送到劳改营，因为一进去劳改营，很可能就永远出不来了。北韩的劳改营会依照犯行的轻重分为2种，严重的叫做管理所，里面关的人呢，大多都是跟政治有关的罪犯，像是敌对的政治人物传教士等等。除此之外呢，只要犯行跟政治有牵连的，包含刚刚说到的阅读国外报纸，也都会被关进管理所。那管理所呢是终身监禁一旦被关进去就没有机会出来，所以几乎没有人知道里面的状况。而至于犯行比较轻的，就会被送到教化所，像偷东西走私、偷渡等等。教化所的犯人呢，只要服刑期满就能够被释放，但前提是要能够活着出来。因为教化所里面食物严重不足有很多的犯人都瘦到是皮包骨，还有人呢因为营养不良而生病，撑不到出狱就离世了。那虽然北韩人民普遍过着吃不饱、缺电又小心翼翼的压抑生活，但他们还是很爱自己的国家。不少脱北者都说大多数的北韩人呢，因为受到了政府彻底的洗脑，都认为金氏家族非常伟大，政府领导有方。这些人会觉得生活之所以这么辛苦，都是美国跟南韩害的。有脱北者说，他以前呢常常从收音机还有电视当中听到南韩人呢正过着悲惨的生活，而且有数百万的中国人也都正在挨饿，所以他一直以为世界上面其他国家的人没有过得比较好。同时也以为政府监督人民是每个国家都会做的事情，但就算监控再严密，也难免有疏漏。有些人因为身份和职业的关系，还是有机会看到外面的世界，像是前面提到需要处理国外新闻的记者，或是能够读到国外书籍的高知识分子等等。他们会发现政府在说谎，然后偷偷的把真相讲给信任的人听，而这些人呢，就会开始出现脱北的念头。根据统计，那金正恩掌权之前呢，每年大约有1000到3000人经由中国脱北到南韩。后来金正恩掌权之后，加重了对于人民的监控还有惩罚，再加上国内的经济稍有改善，脱北到南韩的人明显变少。目前脱北者每年不到1500人。一开始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呢，我蛮期待透过这本书窥探到北韩人的真实生活，翻转一些对于北韩的刻板印象。但很可惜的是，内容并没有太多让我们意外的地方。本来我们猜测可能因为这本书的出版年代比较早，所以有很多资讯我们早就已经接触过了。但后来我们参考2023年国际特赦组织出版的电子书，发现内容跟这本书并没有太多的不同。所以与其说呢是书太旧，我们觉得还有可能是因为这么多年来北韩的统治手段似乎没有太多的改变。
不过我们也想要提醒一下，直接把书中的内容呢等于是北韩人的真实生活是不够精确的。作者呢在书中有提到，他虽然访谈了很多位的脱北者，并且透过其他独立的研究，像是卫星影像啊、国际机构报告等等资料来核实资讯，尽可能的接近事实。但作者也坦诚因为北韩的资讯封闭，每个人的生活经验不同，以及脱北者的记忆可能受到创伤影响等等，书中所还原的北韩生活可能会有前后矛盾的情况，这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认为，虽然书的内容不一定100%正确但在北韩政府的严密监控之下，这也好像是少数外界可以窥探到北韩人民生活的途径之一。透过书中的这些独特而且多元的个人经验，我们可以有机会去理解北韩人是如何成长，他们对于国家领导的想法又是从何而来。那除此之外呢，书中对于北韩的生活细节也描写得非常的细致，很让人感同身受。像是北韩政府呢会发给每个家庭金氏领导人的肖像，并且附上一块专门擦肖像的白布，然后呢警察会每个月上门检查肖像是否干净等等。透过这些小细节，我们好像就可以感受到北韩人民生活的压抑，同时也会忍不住怀疑，那当北韩人说爱领导爱国家的时候，到底是真的爱还是不得不爱呢？那如果有观众想要更了解北韩人的生活，我们也很推荐大家可以去找这本书来看看最后也想来问大家，你认为北韩政府还能够长期的继续控制人民吗？可以资讯这么的封闭，监控又很严格，真的很难发现政府在欺骗大家。并不行只要有人有发现真相呢，一传十十传百，最终屎是包不住火的。所以不一定就算人民知道政府的谎言，监控这么的严格，还是很难反抗吧。给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北韩人民的生活。此外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脱北女孩朴妍美以及想回北韩的金莲熙。那么今天的这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